没事儿别想不开去创业，真的。如果谁建议你去创业，那他一定是想赚你的钱了。这句话真的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也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每隔一段时间呢，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创业过程、所思所想。在上次的分享中，我提到团队终于走向正轨了，很多事情我都可以脱手交给团队同学去做，不用亲力亲为。那今天这个视频呢，依然是一些碎碎念，那可能没有什么干货啊，只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感受。当然，如果能给你一点点的启发，那肯定就更好了。那就先分享一下最近我们团队和我个人在做的一些事情啊。最近1个月呢，我们的主营产品之一编程导航的 APP 已经进行了4波内测。那我们开发同学陆陆续续优化了几十个点，那这个月应该就可以大范围的公测上线了。不过距离上架应用商店应该还有一段时间，审核流程太严格了，而且这个时间真的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比较头疼。那我们的第2个主营产品程序员面试刷题神器面试鸭，在这个月的增长和月活都比较稳定毕竟秋招也是刚刚结束嘛，也不是求职高峰期，大家刷面试题的热情有所下降。不过马上寒假就要到了，寒假过后就是春招，还是有不少同学想要弯道超车的。为了激励大家坚持无痛学习，我们也推出了寒假面试通关训练营，连续30天带大家刷题进步，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了解一下。虽然我正在创业，也开公司带团队，但是呢，其实我还一直在给大家分享一些编程的知识和项目教程。那最近这段时间，由于团队的同学可以自己cover一些事情了，那我就把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带大家做一个新项目的教程上。白天写教程，晚上直播讲解，那才短短2周的时间，我的视频教程就已经录制了将近30多个小时。这期间也在持续更新文字教程，也已经写了10万多字了，妥妥一本书籍的量。当然，同时做多件事的代价就是身体了。就大家听我刚直播完的这个声音，应该也能感受到啊。具体情况不多说了，但根据我的经验啊，像这个足贴啊、枸杞啊，然后这个胖大海啊，然后艾灸贴啊，还有红枣啊、泡脚啊，的确有用。像我每次直播连续3到4个小时，直播结束之后，真的就感觉身体被掏空，然后第2天就特别没精神，所以才会用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养生啊。那觉得平时没精神的朋友也可以试一试。最近公司倒是也没出什么大事，但我还是挺愁的，就压力山大。那现在的这个压力更多的是源于外部环境的。正所谓不进则退，同行都在卷。你做好一个东西吧，马上就会被同行抄袭，更有甚者，抄袭完之后还把你拉黑，还会有很多恶意的竞争和诋毁。那这就好比你开一家饭店，老老实实经营，那隔壁看你生意好，派个卧底来学你的配方，完事儿还顺便丢给你一个差评。就这种事儿，只要你做自己的产品、自己的服务、开自己的店铺，就一定会遇到。那这里也说一句真心话啊，之前就经常有同学问说，UP你现在作为了团队的管理者，应该会更轻松一些吧？可以这么想，就是以前我们不做自己产品的时候，我只需要去为老板打工，我只需要服务好老板。现在呢，我们做了产品，任何一个用户他都是我们的上帝，我们都要服务他。任何一个用户有问题，哪怕是不属于我们的问题，你都必须要把他当做上帝一样去对待。那你又作为团队的负责人，那员工解决不了的所有问题都要推到你的头上。所以话说回来啊，刚刚说现在这个环境确实是有点卷，那所以作为一个创业者，我们是必须要不断的产出新的内容、产品和创意。再加上如今啊，这个 AI 的发展太快了。这 AI 虽然说是个好东西，也的确提高了我们工作和获取信息的效率，但是它也大大加剧了竞争，增加了创新的难度啊。这也是我们团队面临的最大问题啊。大家现在更多的还是利用我自身的资源来盈利，而不是产生新的创意和盈利点。当然，这对团队的要求确实是比较高了，所以我还是更多的把创新这部分的压力给到了自己。但是很可怕的事情是什么？我发现只要长期沉浸在同一个工作中，人的思维是会固化的，灵感是会被束缚的。就像我这段时间日复一日的写教程、录讲解，视频也没空做了，那感觉时间过得是飞快，人也有点麻了，创意也比之前少了很多，有的时候都不愿意动脑去想了。但好在我有一个习惯是每日都会记录自己的工作，定期的复盘，所以我及时的发现了自己现在的这个状态是有问题的。
那我怎么调整这个状态呢？怎么激发我的灵感和创意呢？那怎么办呢？其实就是挤时间嘛。像我现在只要睡前闭上眼睛，我的大脑就开始高速运转，就各种杂七杂八的想法各种各样的事物谁说的话这个用户的反馈都会像这个DDoS攻击般朝我涌来。如果突然有了好的想法，我会立刻打开手机记录，然后接着闭眼。所以有时候会过那么1-2个小时才能睡着。所以大家看我现在的黑眼圈就是美颜都挡不住。那记得我在刚创业的时候，跟一位融资1000万的大佬交流，我说我压力好大，怎么睡得好觉啊？结果大佬只是笑一笑说，换个好枕头。当时我还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但现在我已经感同身受了。我的理解是，不是真的让你去换一个好枕头，我也不是在带货，这只是一种无奈的表达罢了。那其实从腾讯离职创业到现在已经有1年半了。那现在我已经深刻的意识到，想要创业成功必须有的特质，那就是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平稳的心态和强大的抗压能力。像我就经常安慰自己哥就是来交学费的嘛，哪怕最后公司干黄了，也是一段独特的经历，不是吗？不过安慰归安慰愁还是愁灵感总不会从天上来。那我头顶上悬着的是每月巨额的支出，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好在我的热情并没有退却。那我觉得创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本身要对创业这件事充满热情，并且你要有信心。如果你自己都觉得我干干试试，随便玩玩，那我的建议是，真的没事不要随便创业，不要来这趟浑水了。现在大家越来越浮躁，我也见过太多人被流量和米冲昏了头脑。那其实我经历过肠胃病和一些手术之后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那么重要了。就接下来我只想在做好我该做的事情的前提下，探索更多的新事物，继续发挥我的热情，去做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每天保持充满能量。那我相信问题总会被解决的吧。也非常感谢您看到了这里，愿意听我的一些碎碎念。那这个视频可能只是我的一个记录，但我觉得如果对你有一些启发，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酷啦。最后悄悄透露，我即将实现自己多年来的一个 big plan， 也算是我人生新阶段的一个尝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绝对猜不到接下来我要做什么。